小张，22岁，来自天津，自由职业，有请小张，有请。小赵，22岁，来自山西，律师，来，有请小赵，有请。帅吗，左岩老师？还行。啊，还行。啊，谈恋爱谈了多久啊，两位2年。2年啊？对，咋认识的呀？大学的时候在兼职的时候认识的。他当时在就是学校里的菜鸟驿站嘛，是送快递，然后我去取快递，这样认识的。啊，你大学里还送过快递啊？对，是兼职，那时候做兼职。多棒的一孩子！你是去取快递啊？对。你现在啥工作呀？我平时就是喜欢拍一些自己的微剧之类的。啊，这什么内容方向呢？美妆、美食，就是比较雷人吧，一些就是常人难以做的事情吧。啊，你都能做哪些常人难以做的事情啊，孩子？比如说，在地铁站大叫一声“金刚葫芦娃”。哦，当时喜欢他是因为帅吗？还是因为什么呀？刚开始见他第一面的时候，确实是感觉帅。啊，哎呀，那个花痴样，你看这小片里面主要的冲突就是好像听男生不上进，是吧？觉得自己很帅。哎，你每天捯饬自己要捯饬多久啊？不长吧，2个小时左右差不多。我没概念啊。那左老师和严老师这算长吗？我一般出门3分钟，他是日常2个小时吧？女生的话一般1个小时左右，男生一般会快一些，我们理解。你比大多数的从业女生的化妆时间要略长一些，是这概念是吧？是因为我这个人追求比较精细啊，如果哪个地方不好的话，我会洗了重来，不是完美的，我是不会接受的啊。今天算完美吗？60分吧。那你不是不接受吗？你好歹得弄个80分上来啊。赶时间。啊呀，你看看他现在的某些生活习惯，我真的接受不了。比如说，首先第一点就是您刚才说的，他特别的自恋，每次出门前要照好几次镜子。我没说过呀，我自己都受不了这种的。他自己每天都是在化妆，比我的化妆时间真的长很多，我半小时就可以搞定的。啊，他要2个小时。那是你还不够完美。真嘚瑟。今天这个是他自己化的妆。他每天都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很正常，不正常吗？啊，哼，我这岁数看确实不老正常的啊，这仅代表我个人观点，与我台立场无关啊。我和他逛街的时候，我觉得他看的东西比我都多，一些小饰品什么的，我觉得那都是女孩用的，他都要去看。爱美之心，人人皆有。你虽然是女性用品，但是我觉得好看，怎么就不可以？这个倒也是啊，每个人有每个人活的权利，对吧？对。还有什么呀？他特别的懒，化妆都化2个小时，会懒？就对化妆这个不懒，其他事情就像每次收拾卧室嘛，总不能说每次都是我在收拾吧？我们2个还养着一条狗。哎呦呦呦！每次就是我，就是洗澡还得拿吹风机吹干，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有的时候他就是我回去之后，他就在床上睡着了，我让他倒几次垃圾，我得说5遍，他才去倒。啊！我让他拖地，我每次拖地我都是拿那毛巾擦的，我都不是拿拖把，我觉得那特别不干净。就是家务基本不做。怎么不做？我家旺财都是我遛。旺财就是那条狗是吧？啊，我家狗叫旺财嘛。那也是我遛的比你多，好不好？除了遛狗之外，你还干什么家务啊？他都干了嘛。我让他干，他都不干，那不就只好我干了吗？小片里还说他跟其他的女孩子是吧？哎，那我就更不想说了。是喜欢他女孩特多吗？其实我没有说翻看聊天记录的这个习惯啊，只是有一次偶尔之间嘛，然后就发的我和他的一条朋友圈啊，可是他偏偏就把几个女生来屏蔽，然后我就翻了好几条关于我的，他都是屏蔽了同一个人。我这些都是打赏过我的，你懂吧？而且这是我的工作。那你就不要屏蔽呀。那我不屏蔽以后，我喝西北风啊。你会跟女生出去玩吗？会。哎，你还挺开心的说会啊，不吃醋啊？吃醋也没用啊。跟什么女生出去玩？朋友啊，其他的一些、我不知道他口中说的朋友是什么关系。圈里比如说拉手也可以吗？我们这是在拍段子啊。
都是假的，对不对？就是演呗。对，情节需要啊，短视频哈，你们都对一般拍一些什么情节呀？就是我跟一个女生手拉手，啊，然后路过来我一个好朋友，我跟他握了一下手，然后我们在自拍的时候，发现那个男生跟这个女生在背着我后面拉手，这属于一个三角恋情节。哦，你现实生活里没有哈？没有，绝对没有。女生也没这个担心，是不是？有没有谁知道啊？不是，你今天来怎么个意思啊？我就觉得有时候他说的也不是真的。哦，就现在不太相信这小子了，是吧？啊，你们俩现在应该整个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吗？不一样。你应该是相对比较规律，你应该相对不那么规律，是吧？我也还行。啊，还说说你的作息，让我们了解一下。我作息睡觉，然后一般的话就是下午4、5点就起床的话，差不多就是我下班的时间，他在上班，我俩一天见面也就没几个小时，我回去他就走了。不，这什么班啊？这是？在我的粉丝都下班休息那一阶段，我去跟他们互动。那你说清楚，人家还是有工作的，是吧？他不喜欢我工作，就我也是正经工作呀，我也是有正经公司的。可是你给我的感觉就不是踏实的感觉啊。想结婚吗？想过。你想结婚吗？想过，为了我们以后的考虑，肯定是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啊。我的工作不稳定吗？不是，你什么时候发现你有这个潜质，就可以把自己画成这样，然后画成这样是中性词啊，不要那样中性词。没有，我喜欢这个中性词啊。从大一的时候吧，就开始看一些，就感觉挺帅的。我偶像什么的，就感觉他们就你懂的啊。然后我就模仿着他们去做。就是觉得，其实，在你的理念里面，就男生也应该是非常精致才对，对吧？对，男女平等嘛，对不对？对，平等。所以不接受是吧？我觉得他很幼稚的，每天就想着要成为鹿晗，要成为蔡徐坤，每天整天都在想这些。我没有要成为他们，我只是想超越他们。那你现在超越了吗？我在努力。你要几年才能超越啊？我们还有几年啊？我很努力的好不好？不是你22岁那么有时间的紧迫感啊！而且我想告诉你啊，不要说我偶像啊，没想过分手吧？就想过，前几天也分过。啊，后来呢？你又回来哀求他说我们在一起，那我哀求的。喜欢这姑娘啊？对啊，我就喜欢她骂我，因为别的女生从来不会对我这样。就他会，你对他呢？我对他觉得，反正感情还是有的吧。啊，但有时候他说的一些话真的接受不了。你是觉得他幼稚吗？有点幼稚，整天就考虑我要当明星，我要做这个，我觉得真的很不切实际。这是我的梦想，梦想能当饭吃的。哎，我也没饿死。哎。你要这么看不上他，为什么不走呢？他就每次吓唬我，他说我要是离开了他，他就不活了。他每次都是这样。你信吗？你肯定相信，我自己都信。啊？我也就你没他，你活不了啊？活不了。他真的做过很过分的什么事儿？把手机关机或者是不接，我根本找不到他。他给我发了一段话，就是说这个世界对他不公平。然后我不想在这儿了，然后就说再见了。啊，后来呢？我始终联系不到他，吓死我了。然后呢？那是半夜2、3点吧。啊，后来呢？我4、5点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找，后来打电话打通了。他干嘛去了？他在天台坐着。坐着干嘛？在公司天台睡着了，喝酒。酒话呀？没有睡着了吗？在公司天台。如果不睡着就跳下去了是吗？没有，不睡着就给他打电话了。唉。所以就是小孩玩情绪嘛，这你也信是吧？所以今天是谁要来的？我要来的。来干嘛的？就是希望他能改掉这些坏毛病。化妆，不讲卫生，不做家务，没有正经工作，对吗？还有一个就是说话的时候，有时候说话要经过大脑再说。说话不走脑。我说话是走心的好吗？
那前几天是你自己把手机摔了，你自己心情不好啊。我给你发了很多信息，你没有回话，然后我就开玩笑的问你说，你是不是又在和谁谁谁聊天啊？然后你立马就怼我呀，最后怼的我就把我父母都攻击了。我能原谅你吗？我要是你换位思考一下，我这样说你父母，你同意吗？不同意。我这个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你怎么着都可以，但是不要去攻击我的父母。每个人都会有父母的。见过他吗？你父母？见过。什么印象？就是除了他的打扮之外，其他还行吧。还行吧是什么意思？挺好的。就是可以试着就是谈下去。哦，你父母也认同你们，是这意思吗？还挺开明的嘛。没有，他爸住院期间都是我断屎断尿。瞎扯。哦。你不就买了点东西吗？这我没给你爸换尿壶啊。哎，好，最后问一次，今天来干嘛？改毛病，改不了怎么办？分手呗。真分假分？真分啊？行吧，听了稀里糊涂的，感觉爱意浓浓啊。而且我觉得你满眼对他都是那种喜欢，没有你说的那样，是吧？是不是还喜欢他？其实还特别喜欢他。对。哎呀，你真是迷之自信。来，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呀，姑娘，你喜欢他什么？帅。说3个。其实他平时对我挺好的。说3个词，对你好，也很照顾我，还是对你好？还有呢？没有了，对吗？也许最开始的时候是他的外形吸引你，你觉得那是帅，但是现在你拿他的外形开始作为分手的借口。如果你真是想分手的话，你不喜欢这样的帅了，因为你开始进入你的工作，你的职场，你可能会觉得未来一个律师的身边站这样一个完美的人不是那么的合适。我们再来看看男生，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哦，帅，是吧？给自己的定义和注解。你能不能把你后背给我挺直了？你整场都勾在这里，像个逗号似的，不够完美。鹿晗和蔡徐坤非常的努力，他们每天练舞蹈都要练到半夜的那样跳，你会吗？不会。不是你的偶像，你的榜样，你未来要成为的样子，你要超越的对象吗？拿什么超越？拿帅。榜样的力量之所以是榜样，就是因为他们的人格魅力，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正能量和信念感。你不能光看他们的粗眼线啊，你要看他们也曾经参加过很多的公益活动，而不是站在地铁里大喊金刚葫芦娃。没有正能量3个字。我不是说你的外形不被大家接受，我也不是说你的工作不被大家认可，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如果你依然继续要走演艺这条路，要从事这个行业，调整你的状态和心态。不是我长得我认为的完美，我认为的帅就可以，我要有成为偶像的样子和力量，好吗？不是勾在这儿，是个逗号。你们2个的感情问题就是，明明都还喜欢那个人，但是那个人现在的样子不是我要的样子，他就是这样的，他改不了，没有办法变成你希望的那个拥有着你所谓稳定工作的样子，所以你自己去选，要么就是这样的，要么就换一个，或者白衬衫，或者白球鞋，清清爽爽的男朋友，好吗？祝福你们，谢谢。好，谢谢左岩老师。来，于老师。我个人觉得我的包容性还是蛮强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呢比较多元化，就是我做我喜欢做的事儿啊，或者我怎么打扮自己，其实这都是个人的权利。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没有任何问题，就是问题是什么呢？是说我做这件事情是否打扰到了别人。你的女朋友
就多少有点这样的味道啊。那化妆啊，又是穿着啊，又是你的职业啊，他可能就是用这样一个眼光来看你。其实好像真的不是我们老了，其实作为你们同龄人也有着这样的一个眼光，好像你和别人不一样。我们其实每个人呢有2张脸，除了自己长的这张脸之外呢，还有第2张脸，那就是说我们必然生活在这个环境状态下，你要考虑到周边环境人的反应，因为你要和他们有互动。那如果因为你这样的第2张脸不好，最后女朋友抛你而弃的话，我相信一定也不是你愿意看到的，对不对？所以你愿意做你喜欢做的事没有问题，但同时要照顾到第2张脸，那么你就慢慢的就成熟起来了。然后呢，我再说女方哈，其实这些话刚才也是给你一个提醒，有些问题其实你不必要去在意，不必要在意是说它并不影响到你，这是其一。第2，他还比较年轻，年轻到什么程度？在我看到你们俩的关系有点像这个孩子在要挟妈妈的那个关系。其实我有担心说，一个那么爱美的人，他希望那么多粉丝去宠他、爱他，但恰恰你骂他，他居然还说哇好爽，这就大概定化了是妈妈的角色。那我希望你不要做妈妈的角色，因为你一旦做了妈妈的角色，你发现你的责任越来越大，你要干的事情越来越多，发现你想分手都分不了，现在就很尴尬，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他对你还好，如果你觉得他有些特点也只不过是他个人爱好，并不会伤及到原则性问题，那我建议你们还可以再走一段时间，再看，放手，磕了摔了，让他自己去爬。这样的话呢，你来观看他能不能成长。22岁，结婚可能26、28、30，还有几年的时间，你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好不好？好，谢谢于老师。来，严老师。我特别不支持你们在一起。我觉得这个男生，如果说我们只是路人遇到，或者是录影碰到，我会完全觉得他没有问题啊。我认为他穿着打扮都没有问题啊。会有人觉得他的这个职业，我们不用谈更多的意义，至少带来了清浅的快乐，他没有问题啊。但我不会和他交朋友，你明白吗，女生？因为我这个年龄，我需要的朋友的交往不是这种清浅的、浅薄的，我需要的是更多的交流和共同的对生活的看法。所以我不支持你们在一起的原因，不是他与众不同，而是你们完全不在同一个世界。虽然你们俩年纪相当，但是女生，你看你穿衣黑白分明，职业是将来要走律政这一条道路的。你其实已经在理性的思考我的职场、我的人生，但是你们不是一路人，勉强不得，也不必改变，谁也改变不了谁。无论是说啊，我们还年轻，但依然是2条平行线，不合适干嘛勉强呢？做个朋友，问问他平常怎么穿衣打扮的，也未尝不可啊。而男生，你可以化妆，可以花2个小时去打扮，我尊重你的生活状态，好好做自己的视频工作，也许能杀出一条路来，大家彼此祝福，有过一段美好的回忆，青涩的恋情不是挺好吗？干嘛拖着彼此这么痛苦呢？好吗？希望你们各自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谢谢。好，谢谢严老师。来，楚老师。问男生和女生一个问题：男人的美和女人的美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阴柔和阳刚。谁阳刚谁阴柔？他阴柔，我阳刚。你有阳刚吗？没有。我问他自己，不用你回。你有吗？应该有一点吧。你也认同吗？阴柔和阳刚。你觉得他没有阳刚？那你干嘛找他？阴柔你自己已经有了。如果他没有阳刚，他也只有阴柔的话，那你找他干嘛呢？其实我还挺欣慰的，男生说男人和女人美最大的区别是阴柔和阳刚。换者言之，不是要求100个男人当中都是阳刚的，男人也有阴柔的一面。以前总说臭男人臭男人，那现在有些男人也开始撒香水，是吧？画眉毛，就是男人过得精致一点也没有问题，甚至再过一点像你这样也没问题，因为是每个人个人的选择。但是有一点，就男人的帅或者是美哈，
一定不是在这张皮上面。你即便是花样美男、偶像组合，你看鹿晗站那儿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是站得笔直的嘛，对不对呀？人家也美嘛，也帅气嘛，你的骨头在哪里？而且我不是说你的穿着，我就看你那个眼神，你眼神里面有那个生的那个气息嘛，你眼神当中透不出那种对这份爱情的向往，对生活的希望和憧憬，你知道吗？这叫优柔。哦，这叫优柔。在我看来啊，我个人认为啊，这就叫对生活的消极。我们看不到希望，你打扮成什么样是你的权利，但是如果你要让你爱的人跟你在一起感觉到快乐和阳光，至少你眼神当中要透露出对生活的渴望。还有一点，优柔。有人说梁朝伟的眼里有优柔，忧郁王子，张信哲也有，那是他们对于角色的诠释和自己生活的积淀，不是无病呻吟。现在有太多的那种优柔就是无病呻吟，自己肚子里没什么货，整天弄得个忧郁王子的样子，也不知道他忧郁个啥。所以什么样的男生我们都可以接受，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但如果你想装的有点气质，你要忧郁的有点内容，你要稍微上点档次，请你多读点书。如果一个男人成天花2个小时就在化妆上面也没问题，只要你还挤出一点时间来做点对自己负责任，又喜欢读点书，吸收一点知识，我相信你的气质会更高雅。而女生，如果你自己都不清楚我到底喜欢这个男生什么，那你为什么要浪费这样的时间？两人都好自为之吧。好，谢谢涂老师。没别的，女生。哎，世界上离了谁都能转。今天做一个真实的了断，叫什么？我接受我就接受，我不接受我就告诉你，它是可以调整的。别拧巴着，别说哎，我这个男朋友秀在手机的照片上是大家羡慕的，带到生活里别人看不了，我也跟着拧巴，你多累呀。接下来咱们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其实没了你我也能活，但是活得不会像以前那么好，因为你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真的很爱很爱你，我希望能和你走到最后，一直白头偕老。你的不满我也会慢慢的纠正。我真的不希望你离开我，我想让以后我的生活里都会有你的出现。给我一个理由，把一切都承受，只是心中的残缺。这段真情告白不是也挺帅的啊？好了，谢谢两位的分享，请回吧。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让我们来看看这对嘉宾朋友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请开门。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出来了。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天空，就像是第一次一起飞着爱情的自由。小话筒没准备，是因为女生当时要自己走是吧？后来怎么又回来了？跟编导说什么？为什么又回来了呀？我不想让他一个人在这儿啊！我不想让他一个人站在这儿啊！他不想让他一个人站在这儿，是这意思吧？啊，那是代表了说这段感情你还要跟他继续呢，还只是说你现在只是给他救个场，给他个面子？不是，那是
还想在一起。还想在一起啊？这样吧，你们要都没想好的话，咱们也别花童了，弄得那么正式的哈。你们俩就慢慢处着呗。什么时候觉得特别舒服了，你们再回来，好不好？好，谢谢两位啊，来，请回，请回，请回，谢谢你，谢谢，谢谢啊。这个就是